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。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请走吧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皇后，请走吧。 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。 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惑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 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还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。你们闭嘴！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天地大好，回家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 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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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帮帮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 这雨下得及时，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 哎呀，喜娘，你当成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
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危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一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，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百米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易叔叔。易寒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蚁异动，风云变化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欲赏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寒答话，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天。你有何罪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年少气盛，自恃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与师兄斗法险计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易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易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，
不漏之徽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奕涵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。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奕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奕叔叔。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遗德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。适逢陛下驾临侯府，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力国府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奕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奕涵不止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奕涵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奕涵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她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奕涵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奕涵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奕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，背负恶名，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奕涵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奕涵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奕涵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，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，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，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府邸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。除了交方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，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领旨。谢陛下宽仁体谅。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奕涵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奕涵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，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单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驾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
一涵代天下百姓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？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聂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。此班纠同帐，因事老者，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此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为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，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，请说。敢问大王，
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。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。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。是来自……是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，果是前缘呐。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时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哎，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无没齿难忘。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留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危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，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说什么他也会相信的。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此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
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，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，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情况堪忧。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静待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，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件也舍不得，那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呀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啦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真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